最后躲在了7楼楼梯间的杂物堆里。这杂物堆堆满了清洁阿姨留下的秽物，到处是黏哒哒的腥臭液体。没过多久，楼道内传来了一阵急促又沉重的脚步声，是杀人犯追来了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憋着气不敢呼吸。妈呀，看得我好紧张啊！女主马上就要被发现了，好可怜啊！要是现在男主在就好了，他肯定能保护女主。男主现在还在家里睡大觉呢，虽然和女主住同一幢楼，可女主和他现在根本就不熟，怎么可能去和他求救呢？要是女主给男主发一条微信就好了。男主这个恋爱脑可是给他设置了特别提示音的，肯定可以救他。我抓住了弹幕中的重点信息，男主和我住同一幢楼，还有我的微信好友。与此同时，脚步声停在了我面前，我躲在杂物堆里，透过缝隙看着外面那团人影，心颤得厉害。好在他只是停了一会儿，很快就接着往楼下走了。我火速筛查微信列表的好友，很快找出了2个符合男主特征的人，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二蛋，另一个是小区中清洁工王大爷的孙子张大强。我愣了愣，这2个人我都不熟，但我还是编辑了求救信息，群发给了这2人。按照弹幕所说的，男主给我设置了特别提示音，那最快回消息的那个便是男主。很快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二蛋发来的。你躲在原地，现在千万不要乱动，我马上来找你。可下一秒，张大强也发来了消息，快离开现在待的这个位置，那个人是个高智商玩家，你那里已经不安全了。他们几乎是同时给我回了消息，到底哪个是男主？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楼道里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难道是那个杀人犯又回来了？就在这时，弹幕又滚动了起来。哇，女主向男主求救了，她怎么还同时求救了2个人？另一个人是谁？女主有救了，我们的大男主马上要来了，要提前看到男主那张帅脸了吗？我又抓住了关键信息，帅。二蛋那张脸确实很精致，我选择相信了二蛋，果断地躲在原地。楼道里的脚步声很快停在了我面前。小将，是你在里面吗？是二蛋。我揭开挡在身上的腥臭杂物，正好对上了面前的那张帅脸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将，我刚在外面吃了夜宵，我没来吃吧。二蛋的话还未说完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弹幕里之前说的是，男主虽然和我住在同一幢楼，可案发时男主正在家里睡觉，但二蛋却是从外面回来的。一股寒意自脚底直窜脑门，忽的一阵有规律却极缓的脚步声从二蛋身后传来。我颤抖着抬眼望去，那个人依旧戴着黑口罩、黑帽子，手中的电锯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寒光。他猛地举起凶器朝着二蛋砍去，二蛋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下一秒，我也感觉一阵剧痛袭来，眼前的世界逐渐变得模糊。那些弹幕又出现了，女主居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了，这个小哥哥是谁啊？长得也好帅啊！楼上的瞎说，男主才是本文中最帅的。再醒来，我又回到了家门口，手依旧正要去开那扇门。不要去开门啊！门外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外卖员，是杀人犯啊！这一次，我很平静地掠过那些弹幕，一边顺着老